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玛雅中的 Studio Library 动作库的使用技巧。那么使用好动作库，我们的动画痛苦至少会减少一半。好了，废话不多说，首先就是安装。安装的话很简单，我们只要把这个 install 文件拖动到这个视窗中，就可以完成安装。安装完成后启动，我们打开它。首先第一次的话，它可能会要求我们设置它的路径。那么这里我们必须是一个纯英文的路径。设置好路径之后，我们就可以点击左侧的加号，创建一个文件夹分类，用于保存分类动作库。那么如果我们保存的是动画，那么它的文件名的话就必须是英文了，不能是中文，否则的话我们的动画功能是没办法正常使用的。好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先打开一个动画角色作为案例。首先是保存 pose， 那么我们只要框选它身上的所有控制器，然后选择对应的文件夹，右键选择新建，选择一个 pose 类型，全身。好，那么点击左侧可以创建当前的这个缩略图，当然我们也可以点击中间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手动的去匹配一个合适的角度，然后点击捕获。好，最右侧的这个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电脑中的任意图片的话来进行一个替换，这样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点击保存。好，保存完成之后，下次我们要使用的话，一样的，我们选择它身上的控制器，然后右键选择内容，然后点击应用，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我们调整了动作，比如这里我们随便调整了动作，对吧？然后我们要重新对这个文件进行修改，那么我们可以一样的重新框选它身体的所有控制器，然后右键选择编辑，选择这个覆盖，然后再次点击保存。我们归零一下，然后我们再次点击应用，这样的话我们原来的修改的话就生效了，对吧？这也算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好了，现在我们顺便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正常的应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从文件，然后这里的话就可以选择对应的文件，也可以选择使用这个自定义，直接看实际情况。一般的话选择这个从选择就可以了。那么针对这种全身类型的 pose 的话，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镜像功能，但是这里是没办法正常使用的。这是什么问题呢？是因为我们的文件里面没有一个镜像的一个辅助文件，这里的话需要我们手动进行创建。一样的，我们框选所有的身体控制器。之所以框选的话，就是说让它自动识别，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右键选择新建，选择新建一个镜像台，这里我们随便命名。好，我们捕获一个角度。好，直接点击保存。好，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保存的这个动作这里，那么这里就多了一个镜像，那么它默认是关闭的。那么假设我们要完成这个角色的镜像的话，我们就可以再次激活它，然后直接点击应用。这样的话，我们的角色就完成了一个左右的对称的一个转换，对吧？这个非常简单。好了，说完了全身 pose 的保存，我们来说局部 pose 怎么去操作。最常见的就是手型啊、表情啊之类的保存，那么其实方法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重点来说一下怎么去镜像。首先我们来保存一下左手的这个动作库，这里我们直接框选，不需要的部分直接节选。好，一样的右键新建一个 pose 类型，选择手指。好，点击保存。好，那么现在假设我们要把左手 pose 转换为右手，怎么做呢？我们打开这个镜像台，那么在这里它有一个选项，这里我们就选择 left to right， 然后点击应用。这样的话，右手的话就镜像为左手的这个 pose， 非常简单。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右手镜像为左手，对吧？然后在这里就选择 right to left， 这样的话，左手就和右手的 pose 变成一样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交换，怎么做呢？在这里选择这一个交换类型，然后点击应用，这样的话就能很容易的完成左右手的交换，非常简单。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融合变形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这里的话，它有一个
滑块，对吧？那么要想使用这个滑块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必须勾选这个 Additive 这个功能。现在的话，我们拖动滑块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扩张或者收缩。这个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用的，但是的话，很多时候其实还是手动调效果要好一些，就看情况吧。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微变形的话，用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的。好了，说完了局部 pose 的保存，那么我们现在来说选择级的创建。那么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通常我们会选择固定的一些控制器的话来制作动画，这样的话会非常的提高我们的效率。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假设要制作左手的动画，我们可以选择左手的这些控制器，然后单独的给它创建一个选择级。我们右键选择新建，选择新建，选择设置，然后我们输入手臂。截取一个固定的角度，点击保存。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单独的给手臂的话创建动画，对吧？非常方便。那么我们如何同时选择多个选择级呢？就比如我们这两个手臂和手指，对吧？都是左手的手臂和手指。那么假设我们要同时选用它们，应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我们选择身体上的任意控制器，然后按住 Ctrl 键，先选择手臂，然后再选择手指。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单独的给它俩的话创建动画，非常简单。另外的话就是一个关键性的技巧，就是说我们的之前的 pose 保存，虽然说它是能应用 pose 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当做选择级来使用，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好了，说完了 pose 部分，我们接着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动画部分。那么动画部分的保存也很简单，也是分为全部保存和局部保存。那么全部保存的话，我们只需要宽选身体的所有控制器，然后右键选择新建一个动画类型，我们输入我们想要的名称 Unstore， 然后点击保存，创建一个视频缩略图。好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保存的一个跑题的动作库。现在我们把时间轴上的针给它删除了。那么现在我们只要选择身体的任意控制器，然后右键选择内容，然后点击应用，这样我们的动作又回来了，对吧？当然，我这里使用的是这一个默认的替换全部。替换全部什么意思呢？就比如我们现在的时间轴上还存在了其他的关键帧，对吧？一旦我们使用了这个替换全部，那么它原先的这些帧就会被完全清除，然后彻底的替换为我们这个跑题的这个动画。所以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不要把原先的动画给它替换了。当然，如果我们不想替换它原先的动画，我们只想替换某个部分，对吧？或者是在结尾插入，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一个替换模式。就比如我们要把后面的这一个片头的这个小动作给它替换了，我们可以在它前面开始的时候的话给它 K 一帧，然后我们要把它替换为这一个向后看的这个动作库，对吧？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动作库，然后这里的话就选择这个替换模式，然后点击应用。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片头的这个小动作就会直接把它替换为这一个向后看的这个动作。当然，这里衔接不好的话，我们可以手动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对吧？好，接着我们来说下一个插入动画，我们把它回到原先的这个动画。就比如我们要在这个片头之前，对吧，插入这一段向后看的动画，我们一样的在它前面这里可以帧，然后的话我们选择它，选择这个插入模式，然后点击应用。这样的话它就会先完成这一个向后看的这个动作，然后的话我们再回到前面，然后再做这一个片头的这个小动作，对吧？一样的。那么这个衔接的这里卡顿衔接的问题，那么我们手动的处理一下就好了，或者是进行一个上帧处理，那么它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它就向后看了，对吧？好了，说完了这个，我们接着来说下一个，就是这一个焊接的这一个功能。那么这个焊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使用在结尾动画的。那么它一定程度，它和我们的这个替换功能，它是替换功能和这一个插入功能是比较类似的，因为使用在结尾，那么都是一样的，对吧？好，我们先把原先的这个动作库加载进来。这里是错了，这里替换全部。好，这就是要原先的动作库。
那么假设我们要在它结尾，然后我们选择我们的动作库，然后在这里把它改为这个焊接模式，然后我们点击应用。好，现在做完这个片头的小动作，那么它就开始接这个向后看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就是焊接命令的一个使用方法。好了，说完了这些重要的操作，我们接着来说一些无关紧要的简单操作。那么从命名的话，我们只需要右键选择编辑，然后在这里的话就可以重新修改我们的一个名字，非常简单。然后删除动作的话，我们需要右键选择编辑，然后点击这一个移动到这个回收站。那么删除这一个分类文件夹，我们需要右键选择编辑，然后选择显示文件夹。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我们不需要的文件夹的话进行一个手动的删除操作。然后的话就是移动动作，移动动作的话，我们只需要将它拖动到对应的这个文件夹，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复制，然后也可以选择剪切模式的一个移动，对吧？这个我们看需求就可以了。接着的话就是这一个视图的一个调整，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调整它的这个大小，也可以调整它的这一个边界，当然也可以调整它的这个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隐藏它的标签，也可以选择这个标签在我们的这个视图的下方，当然也可以让它处于我们的这个视图的这个下方，都是可以的。那么它两种模式我们看情况去使用。当然如果我们使用的是一个 4K 的显示器，它这里看起来很小，我们可以打开它的这个设置选项，然后将它的 DPI 缩放的话改为这个最大，这样然后点击保存，这样的话看起来要舒服很多，对吧？所以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去设置吧。好了，那么关于 Studio Library 的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我所介绍的都是一些常用的功能，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